爸，召开董事会这么重要的事情，您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啊？我是董事长，怎么开个董事会还得到你那儿报批吗？啊？我知道您是担心我的身体，我只是皮外伤，已经没事了。你知道我的苦心就行了啊，好好养病啊，一切事以后再说。我知道您的苦心，可是这次跟韩国方面合作一直是我跟进的，您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就突然决定要延迟这个计划呢？再说了，这次事故跟帆船质量没有任何关系啊。就算那事故是人为的，可是那个事件本身已经在我们丁氏集团和整个造船业业内引起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我今天召开这个董事会，可不是要延迟这个计划，而是要立刻停止。不是，这我们之前不已经谈好了吗？这怎么突然要变卦了呢？而且我也不明白，这为什么要瞒着我？我怎么是突然变卦？我什么时候瞒着你了？啊？这次我没有把这个事情提前告诉你，就是想啊，趁你在医院这个机会，让你好好休息，好好养病。不是爸，你呀，成天围着咱们公司团团转，你要是真的病了，你说咱们怎么办呢？好了，这个事儿我就这么决定了，从现在开始，你在医院里好好休息，好好养病，一切事务以后再说，啊。丁小姐，您出院了啊？家里来客人了啊？是杜律师，上午在老爷子房间里聊了2个多小时呢。行，忙去吧。好。爸在吗？不讨论了。由于这次帆船的事故引起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和韩国方面的合作计划全部停止。那怎么可能啊？董事长，这个合作计划是代理董事长丁石的意见。我们即便是要停了这个计划，是不是也要等他出院以后再一起商榷？比较妥当啊。对，是，有道理，这样比较对。我就不明白了，各位，怎么丁氏集团董事长的决定需要代理董事长点头吗？啊？那我们的投资怎么办？我的话就放在这儿。从今以后，我们跟韩国方面没有任何关系，丁氏集团也绝不会停止自主研发。也绝不会看别人的脸色过日子。于队长，于队长，哦，会前你不跟我说有事情要宣布吗？董事长，其实我的想法跟您一样，我也觉得应该终止跟韩方的合作计划。就这么定了。哎呀，真是终止的话，这对于公司是一项损失啊！是嘛？这损失怎么办？这么草率就决定了。
下次要是再敢利用石龙，我就让车轮从你没有受伤的那条腿上压回去。怎么？你弟弟没有撞死我，你现在准备拿这玩意儿捅死我吗？害怕了？你现在不是不怕我了吗？啊？你不是想置我于死地吗？结果怎么样了？我又回来了。我不仅回到了家，我还重回了董事会。我是想让你死。你看看你这么多年是怎么对我的。我只不过是你手上的一枚棋子。棋子？你该庆幸成为我的棋子。你什么意思？情义不在，买卖在。你说之前老爷子不相信我，但是如果看到这个，他会相信我吗？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支持于右威开发 AG6项目。是会怎么样？还在昏迷当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你别太担心，石薇会醒过来的。董事会开得怎么样了？你到底有没有公开你爷爷的病情啊？你还没公布。你还是怕伤害你爷爷吗？可这样的话，丁池的阴谋就容易得逞了。我是觉得我爷爷今天特别奇怪，他不仅没有继续丁池的计划，而且还终止了跟韩方的合作项目。终止？不仅终止了，而且还说不要再打这种心思，还重申了丁氏的重点永远是在自主研发。那你姑姑怎么说？她根本就没有参加会议。没有参加？对。她是不是还没出院？不可能，董事们说她一早就出院了。一早就出院？按说，丁池现在应该已经控制住了爷爷。这么重要的董事会，他不可能不出现。除非爷爷根本就没有告诉他。爷爷这样做是在针对丁池，为什么突然之间会这样呢？我觉得爷爷今天他非常清醒，逻辑性也很强，根本就不像一个得了阿尔兹海默症的人。会不会？你说，爷爷会不会病情好转啊？会不会？这不是不可能。不过什么？阿尔兹海默症很难痊愈，病情会不断反复，时好时坏，但最终还是会恶化。一伟，我觉得你应该尽快把你爷爷的病情说出来，这样才能把丁氏赶走。
我做不到。有为，你在这个时候还感情用事，如果你错过了这个机会，让丁石抓到其他把柄，进一步控制丁石，那可就真的晚了。我们还会有其他办法的。如果有其他办法，我们早就用了。你不要再逼我了，好不好？我不会对我爷爷做出那种事情的。石威，医生，医生，来，快看一下，快！医生，医生，你快看一下。医生，病人的病情出现反复，你们做家属的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医生，我求求你，一定要救救他！医生，我求求你！医生，我求你，石威，你救救他！医生，我求求你，站住！石威，有为，石威，你怎么了？你别吓我！你把眼睛睁开，你看看我！石威，你醒醒！石威，你先冷静一下。石威，现在石威还没有脱离危险，你不能这么晃他！小梅，放开！是你，是你害了石威！我告诉你，石威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从10几岁到现在，我跟着丁氏打拼了10多年了，我的功劳和苦劳绝对不比我哥哥少。他在病床上躺了多长时间，我就辛苦了多长时间。可现在呢，我落了什么结果？我受了那么多的苦，我受了那么多的委屈。可现在老爷子这么对我，这真是太不公平了。你想好了？是的。我可以帮助你，但是你给我什么呀？您曾经反对老爷子开发帆船，但是您肯定比谁都清楚，一旦研发成功，那会大有商机。而且我们的 AG6已经初见眉目了。你接着说。我是说，可以给您 AG6的研发技术，同时，如果计划成了，我可以把丁氏的所有资产投入你们韩氏公司。你看这个丁老头的病啊，是吧？他糊涂的时候，你这么做固然可以，可是他明白的时候，你怎么能够保证你的计划顺利的进行呢？嗯？老爷子已经立下遗嘱，要把所有资产都转交给丁爱家，而丁爱家在我的掌控之中。丁爱家也是那么大的人了，你能控制住他？所以，我们得尽快。哎，咱们以茶代酒。韩叔，合作愉快。医生，我弟弟情况怎么样？他现在怎么样了？病人的心脏机能比较差，这次脑损伤又比较严重，现在有心脏衰竭的现象。我们准备用机器代替心脏，体外循环几天，让病人的心脏休息，避免它出现更大的意外。体外循环？可是我弟弟，他的心脏从小就不太好，他的身体受得了吗？就是因为他的心脏有衰竭的征兆，所以呢，我们才采用体外循环的办法，部分替代他心脏的功能。等过几天体征平稳后，
我们再处理脑损伤的问题。目前呢，病人需要大量输血，血库的存货呢也没多少，只能撑到今天晚上。你们是不是和病人的血型一样？要是一样的话，最好马上准备一下，给病人输血。我们血型不一样。要不问问亲戚朋友，有没有跟病人血型一样的，发动他们来输血。要是有一个人跟病人的血型一样，医生，请你尽力救我弟弟。我现在就去找那个人，让他过来输血。你来干嘛呀？施威的病情恶化了，医生说他有心脏衰竭的迹象，必须用机器代替心脏，体外循环几天，等他的体征都平稳了，再治疗他的脑损伤。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体外循环需要大量的输血，可是医院已经没有备用血了，失血站的血也是因为突发事故全部掉光了。现在只有你可以救施威。哼，你跟我开什么玩笑？你是觉得我好骗吗？我会答应你去做这个，然后让你抓住我的把柄，等你利用完我之后再跟爷爷说我是冒牌的。我现在没有功夫跟你开玩笑，我也没有功夫跟你开玩笑。心脏休息，亏你还编得出来。再说了，全世界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跟他血型一样，你需要什么血型，你去找啊，你找啊。我告诉你，我不会上你当的。医院现在已经没有血了，我上哪儿去找跟他一模一样的血型的人来给他输血呢？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于世威，他可是你的亲弟弟，他把我当过亲姐姐吗？于家是怎么对我的，我相信你也看到。现在出事了来找我，你觉得我那么好欺负吗？再说了，世威现在变成这个样子，还不都是因为你？别人不知道也就算了，你怎么能这么说？要不是因为你的话，世威可能去撞丁池吗？如果他不去撞丁池，他现在怎么会躺在医院里头？你给我闭嘴！我不想跟你说。要不是因为你，要不是因为于有为你，我们家现在能变成这个样子吗？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是去还是不去？就算你问我100遍，我答案还是一样的，我是不会去的。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你现在就跟我走！于有为，你干嘛呀？你要揭穿我的身份是吗？你现在去啊！我现在没有爸爸，没有弟弟，也没有我的韩明哥，我现在一无所有。你觉得我会怕你吗？你赶紧去找爷爷，你跟爷爷说我是假的，你告诉他真相，你看他会信你吗？你自己看着办。医生，我弟弟他情况现在怎么样？他什么时候可以醒过来？这个，医生，是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你们要做好他成为植物人的心理准备。什么？他这次呢，是因为脑损伤引起的心脏衰竭，脑损伤很难说。我们已经引导他进入药物昏迷了。循环仪撤了以后，我们会对病人进行唤醒。如果病人对唤醒毫无反应的话，那么就存在成为植物人的可能性。医生，我求求你，你想想办法救救世威，你想想办法，我求你了，还有其他办法吗？他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医院还没有苏醒的成功案例。
那我们转院呢？我们转院可不可以？他这样的情况在全国也不多见，这个得靠病人的运气了。小美，你一个晚上都没有睡，我送你回去休息吧，这样子身体会熬坏的。我要陪着诗蕊，我不会让你们再伤害她。于小姐，你好。你好，我们刚才已经向医生了解了一下于世威先生的病情。鉴于目前的情况，我们只能等于先生醒了以后，再做进一步的调查。请您继续配合。如果于先生醒了的话，请尽快通知我们。好的，谢谢。啊，警察同志。啊？我想问一下，现在这种情况，有可能和解吗？现在还不确定。因为于先生的证词非常的重要，如果对方可以谅解，应该会有帮助。谢谢。好。医生说他有心脏衰竭的迹象，必须用机器代替心脏，体外循环几天。等他的体征都平稳了，再治疗他的脑损伤。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体外循环需要大量的输血，可是医院已经没有备用箱，失血站的血也是因为突发事故全部掉光了。现在只有你可以救世。怎么可能全市都调不来血浆呢？一定会没事的。我弟弟一定会没事的，一定是你在骗我，你在骗我，想让我上医院留下把柄。我不会上的，我不会。喂，艾伦，没什么大事儿，我就是想请你帮个小忙。啊？吃饭啊？你放心吧，你要是帮我把这件事办完之后呢，别说一顿饭，我天天陪你吃啊。艾伦博士是瑞士脑外科和运动神经科的专家，曾经治愈了几百例脑损伤的病例。这次很奇怪，他主动和我们医院联系，希望多交流交流。我们就拿于先生的病例和他做了探讨。那太好了，那请问一下，他什么时候回国？什么时候准备手术呢？或者，我们需要有什么配合呢？艾伦博士不回国，也没有安排给病人做手术。那怎么治疗呢？药物治疗。药物。艾伦博士呢，已经详细的研究了病人的病情，并且呢，和市内的脑外科专家做了会诊。
艾伦博士研发的脑蛋白和激素应该能够帮助病人恢复过来。光凭药物就可以治疗？这种脑蛋白和激素啊，已经成功的让很多病人清醒过来了。还在犹豫什么？大夫都说有用了，赶快签字吧。一位，不如我还是联系一下我外国的医生朋友，看这种药适不适合示威，然后我们再做决定吧。好。等你们打听完了，示威的病都耽误了。小美，我知道你很着急，示威的情况你也了解，光凭药物，你相信可以治好吗？我信。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愿意去尝试。我知道，你不想让侍卫醒过来，你怕他醒过来，说是你让他去对付丁池的。我当然希望侍卫可以醒过来，可是什么？你不是有一线希望都不会放弃的于右威吗？为什么现在到了侍卫身上就不一样了？我告诉你，如果侍卫醒不过来，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医生，那我想问一下，这种药它有副作用吗？从目前的病例来看，还是比较安全的。好，那我签。医生，情况怎么样啊？经过检测，艾伦博士的药对病人还是有效的。太好了！侍卫，侍卫，这个药物呢，可以刺激病人的脑部活动，但是呢，能不能醒过来，还需要继续用药观察。不过从目前的反应来看，醒过来的概率还是蛮大的。谢谢您啊，医生。谢谢您，谢谢您。不用客气。哎，你又来干什么？上次偷走了右威的 U 盘，你这次又想来偷什么呀你？这话说的，你也不想想，你们还有什么可让我偷的？这次我是来救你的示威的。你不害他，我就已经谢谢你了。你又来搞什么鬼？喏，艾伦博士的资料。艾伦博士？对，就是他给示威治疗的。他是瑞士的运动神经科的专家。你给我看这个干嘛？他的那个什么脑蛋白和激素效果，相信你也看到了。听说示威用的效果还不错。据说坚持用一段时间的话，他会很快醒来的。你到底想说什么？艾伦之所以给示威用药，你们都要感谢我，是我让他这么做的。不相信吗？为什么要让艾伦治示威？他是我弟弟呀，我肯定要救他呀。你连血都不愿意输给示威，你会找人救他？你倒一点也不傻。你说吧，你到底来干什么？这种药呢，是艾伦博士亲自研发的，目前只在瑞士使用。如果想让艾伦继续给示威用药，或者说让艾伦博士回国给示威亲自治疗的话，那都是我丁爱家一句话的事儿。艾伦博士的药是你拿来的？当然了，是我费尽心思找艾伦回来，亲自给示威治疗的。不过你必须帮我一个忙。帮什么忙？来帮我对付你最好的朋友于右威。
丁总早，丁总早，丁总，早，丁总，丁总早。爸。你怎么来了？您的药忘带了，我给您送来了。好，放桌上吧，待会儿我吃。千万别忘了啊。我不是说你啊，就为了我吃的这个药，你这忙活什么呢？我刚好去医院复查，这就送过来了。那我就不打扰您了，我先走了啊。好。爷爷，姑姑也在啊。您今天上午不是说要去医院复查的吗？这就去。知道了，那你等会儿，我陪你一起过去。好。爷爷。有件事啊，我想跟你协商一下。说。我希望重新开发 AJ 系列帆船。上次的泄密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恐怕投资人心里都有阴影了，何必要去碰这个雷呢？姑姑，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不能因为一点小小的失误而因噎废食，放弃了好不容易才开发出来的技术吧。再说了，我们丁氏可一直标榜是自主研发，做中国人自己的帆船。要是因为这点小挫折而放弃了这个宗旨，那给丁氏集团带来的影响可是挺大的。可是，没错，哀家说的对，自主研发是咱们丁氏集团的宗旨，到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该放弃。既然爸也赞成，那我就没什么话可说了。爷爷，那如果这次项目顺利通过的话，就让我负责呗。你负责也不是不行，不过我丑话可说前头了，你要是有什么问题，我可不替你收拾烂摊子啊。是啊，这个项目是好是坏，只有执行起来才会知道。你呀，毕竟还太年轻了。爷爷，哎呦，你呀，还是再学2年。我看这样吧，小池，你看你能不能把这个项目负担起来？啊？让我来啊？当然了，只要你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开发帆船这个项目上，我看没什么问题。让哀家当你的助手。咱们现在丁氏集团里边能担大任的，也就只有你了。既然您这么相信我，我一定全力以赴。好，那就这么定了。你们忙去吧。爸，别忘了吃药啊。好。有为。之前是我太冲动了，对不起。我也是因为示威的事情太着急了。我很理解你，我并没有怪你。再说了，示威变成今天这样，我的确是有责任的。但是丁池，他不仅仅是想要对付我，如果说不揭穿他的真面目的话，就会有更多的人受到伤害。但是我跟你保证，从今以后，我会尽我的全力去保护示威的。总之，对不起，我不应该对你那么凶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没事的。
今天叫你们来，主要想跟你们说一下下一阶段我们丁氏集团的发展方向，还有一个重要的决定，要向你们宣布啊！来，马上就要到了4年1届的国际帆船交易大会了，董事长的决定是继续研发 AJ 系列帆船，将会在交易大会上推出全新的 AJ6。于队长，你还有什么疑义吗？没有。那好，那么我们下一阶段的主要精力就是推出全新的 AJ6。不错，这个项目确实由艾家、丁池共同发起的。既然艾家的经验欠缺，所以我决定呢，这个项目的研发还是由丁池来负责。董事长，作为一个全程经历 AJ5研发的技术人员，我反对丁总担任这次项目的总负责人。其实 AJ6的设计我已经有了一个切实可靠的思路，并且设计草图也在绘制当中。我希望董事长可以慎重考虑一下，新项目的研发由我来担任总负责人，全程掌控设计过程。如果说什么事情都要从丁总这儿绕一圈的话，会降低工作效率。毕竟丁总不是做设计的人。董事长，于有为，你不同意丁池当这个项目的负责人，那么我想知道你的具体方案在哪儿呢？我的方案正在制作当中。于有为啊，可现在距离国际帆船交易大会的时间很短了啊！好，既然你这么有信心，我就给你3天时间。3天以后拿不出具体方案，那还是由丁池担任这个项目的研发攻关总负责人。好，3天之后，我会带着我的方案跟大家一起讨论。这个于有为怎么样样跟我作对？不对，难道是我们走漏了风声？不可能啊，还会有谁能走漏风声呢？会不会是他的缓兵之计？他为了不让您当负责人，在拖延时间啊？我倒要看看，他手里到底有没有那个设计。世薇，今天怎么样了？一切都挺平稳的，不过还是没有清醒过来的迹象。我带来了饭，不过好像有点凉了。你去热一下，我来照顾世薇。我很快回来。医生，我想问一下，我弟弟现在情况怎么样了？这个药对于先生的效果很好，如果坚持用药的话，情况还是很乐观的。真的？那谢谢医生了。不用客气。谢谢。
小美，啊，小美，我刚刚碰到医生了，他说这个药对施薇非常有用，如果说坚持使用的话，她很快就会醒过来了。真的？那太好了。要坚持用药，要坚持用药。谢谢你当初的坚持。要坚持用药。于永威，3天时间到了，你的方案呢？这是我的方案。很有想法。谢谢董事长的鼓励。那，请问一下董事长，是不是可以按照这个方案研发 AJ6？我看可以啊。看了这个方案，我很有信心啊，所以我决定，还是由丁池继续担任 AJ6研发总负责人。董事长，丁总之前从来都没有驾驭过这个样子的设计，我觉得还是应该让我来担任总负责人，这样子更加妥当一些。可事实不是这样的。来，尤维啊，这个是丁池在你之前交给我的方案，来，你可以看一看。来。我还以为你能拿出什么惊世骇俗的创意出来，没想到我们俩想到一起去了。这样也好，希望你在项目组好好发挥，尽快的完成 AJ6的全部研发。真是奇怪，你参考了那么多设计图才做出的方案，为什么丁池会和你想的一样呢？我也觉得特别奇怪。更可疑的是，他的设计方案不仅仅是理念跟我相同，很多数据都跟我惊人的相似。所以我觉得，丁池正在谋划一件对丁氏不利的事情。你是说泄密吗？我觉得丁池不会再演 AJ 那出戏了。他现在已经控制了你爷爷，我觉得他不会再做出那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反倒不那么认为。怎么说？你想想看啊，我爷爷的病情那么反复，他肯定是很难完全控制住我爷爷的。再说了，丁池肯定是利用了我们断定他绝对不会再唱同一出戏的心理，再次打 AJ6的主意。这样也说不过去。要是他真的这么想，怎么会花心思去想出这么出色的方案？啊，当然，前提是你们两个真的想到一块儿去了。哎呦，行了，你先别跟我一起担心了。不管丁池他耍什么花招，我只要保证，绝对不让 AJ5的事故重演就好了。你说的真轻松啊，你怎么保证啊？啊？丁总，姑姑，我就知道他会来。
你来我就放心了。这儿的情况你很清楚，我也不用再介绍了。不过时间紧迫，我希望你在1个月之内能完成 AJ6的实验船，然后用5天的时间测量所有的数据。丁总不要太着急，我来是来了，不过想要让我加入你的项目当中来，你必须要答应我的一些条件。鉴于上次 AJ5的情况，为了防止再有此类事情发生，所以我特地拟定了关于 AJ6的保密条款。于有为，你要是不想干，就直说，何必弄这么一大堆东西过来？什么意思？你觉得这个保密协议需要这么多页吗？好啊，如果说你们不愿意签的话，那就另请高明吧。请就请啊，你是觉得我们非用你不可吗？丁爱佳，没问题，上面的每一条我都答应，我现在就签。不过，我希望你今天就上班，尽快的完成这个项目。有为啊，你看，签名啊，他毫不犹豫就给签了。你这么刁难他，他都签啊？这就证实了我的想法没错。什么想法？丁池他连这么刁难的条件都可以答应，说明 AJ6少了我是不行的。不过，我签这些条款并不是为了刁难他，这里头的每一条、每一款都是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拟出来的。将来如果有一天用到了，你就等着看吧。原来如此，我就等他回来一条一条的查。我搬了那么老远，那么老沉，他看都不看就给签了，他迟早会后悔的。姑姑，你怎么这么容忍他？他刚才也欺人太甚了。行了，以后你不要跟他作对。你就一直这么纵容他，让他趾高气扬的吗？凭什么？凭什么我们要看他的脸色？就凭她是丁檀的亲生女儿，丁是真正的继承人。AJ 系列已经长在她的骨髓里，留在她的血脉里。就凭她是丁爱佳。AJ6今天终于顺利完工。你记得我的风采，何必在意闯入下的无奈？若我能够被你青睐，是我最好。各位辛苦了，把所有东西都再检查一下啊！好嘞，好嘞，辛苦了。有为，有为，刚才丁总来找你了。大丁总，小丁总，大丁总丁池啊。他来找我干什么？他说让你好好搞测试就行。你也信啊，有为？他还跟我要数据了。你告诉他没？当然没有了。你专门交代给我的事，我怎么会给他？算你还清醒。哎，那当然了，你交代给我的事情，你要放心嘛。干得漂亮啊！当然了，你放心好了。
好，老地方见。我在隐翠堂，丁池跟一个人在见面，应该跟 AJ6有关。精神。韩叔，韩叔，我跟你说啊，书法呀，练到一定程度，是吧？基础上就没什么差别了。要想成为大师，主要看精神，人要精神，写的字就精神。你过来看看我这字写的怎么样？哟喂，这写的太有神韵了，太精神了这个。韩叔，啊，我托人给您带的这块灰墨还不错吧？哎，就这块啊？啊，你跟我说多少钱来着？5000块。哎呦，你真行，就这么一个玩意儿5000，这丁老头抠了一辈子，闺女百家。哎，我跟你说那个，上回说的那个事儿怎么样了？哦 ，AJ6已经完成了所有的测试，非常成功。既然成功了，就赶紧把数据拿出来，是吧？什么钱呀、股份呀，我都给你准备着呢。啊，您可比我们家老爷子对我大方多了，眼界也宽，看得到商机。我跟你说啊，你要拿我跟丁老头比，我可不爱听啊。这丁老头是什么人啊？是吧？那就是一个守财奴，哎，一天到晚守着他那个小金库，舍不得吃，舍不得喝，舍不得穿。哎呦，当初啊，我就劝他把这个帆船技术卖了，我连下家都给他找好了，结果呢，他就坚决的不卖。他要是真听我的，我们俩也不至于成为仇人。预祝我们合作愉快。我是这艘船的设计者，没有我的同意，你不能买走我们中国人的技术。你别听他的，辉，我们都已经谈好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你走开！请你离开，这次交易取消。哎，别，你别走啊！丁老头啊，你不卖，哼，早晚有人卖。为了庆祝咱们俩合作成功，这幅字啊就送给你了。那我得裱起来，没准什么时候啊就升值了呢。肯定得升值。
你怎么跟过来也不跟我说一声？万一是陷阱怎么办？你想太多了。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你有没有发现什么东西啊？没有。你看到谁和丁池见面了吗？没看到。没看到？你是猪吗你？如果我在的话，肯定看得到那个人是谁。我还有事情要回船队，你送我过去吧。丁总，你怎么来了？哦，我没事，随便看看。他们在干什么呢？哦，于队长正在带领我们研发部的人员进行 AJ6的操作培训呢。行，你忙吧。哦，好。你怎么会在这儿啊？董事长又催进度了，可我来你们都不在，所以我只能自己调文件了。AJ6的资料并不在电脑里头。什么？那在哪儿？那些资料都在我的笔记本上，都是由我亲自保管的。离交易大会可没几天了，你再不整理，到时候拿什么出来？丁总放心，交易大会的时候，我自然会把数据交出来。丁总，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遍了。现在 AJ6这个项目是由我具体负责的，等到交易大会的时候，我自然会把数据交给你。上次那封邮件是你发的？除了我还能有谁呢？不过上次那封是假的，而这份才是艾佳的真实病历。你现在给我看是什么意思啊？你从恢复记忆以后，不一直想回家吗？先是进入了帆船队，紧接着进入了董事会，一直跟我作对，搞得我们估值关系都不融洽了。其实，你根本不用这么麻烦，你只要把你手上的数据交给我，那这份诊断书就归你了。到时候，你就能拿着它，跟老爷子相认了。你从恢复记忆以后，不一直想回家吗？你只要把你手上的数据交给我，那这份诊断书就归你了。到时候，你就能拿着它，
跟老爷子相认了。不行，不能给他。于小姐，您先坐一下，董事长马上就下来。谢谢。于有为，董事长，有为啊，你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哎，你今天来的目的我也明白。从我这个角度来说呀，丁池的想法没有任何问题。他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他有权利掌握这个资料的全部。倒是你呀，我看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交出资料呢？我甚至都怀疑你能不能负担起 AJ6这个项目的总工程师一职啊？我并不是藏着掖着，你也知道，当初 AJ5的事情，就是因为有人泄密，所以才会给丁氏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如果有人想在这个时候企图拿走 AJ6的测试数据，私自交给别的企业的话，一定会给丁氏带来第二次危机。我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他说的这些，我都同意呀。毕竟 AJ6测试数据是属于我们丁氏集团最为重要的秘密资料了，给谁看，那都不妥。是。但是啊，丁池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至少得有一份在他手上吧？你担心泄密，这我理解。但是同样，我们也担心所有资料都掌握在你一个人的手上，也同样会产生对公司的威胁啊。我说了这么多，如果你还是不愿意交出这份资料给丁池，那我就只能说声抱歉了。你必须从这个项目当中退出去。董事长，爸，您别动气，我一会儿再跟于队好好谈谈。您先上去休息啊。小卓，扶老爷回去休息。好。我绝对不会把 AJ6的数据给你，因为我很清楚，你拿这份数据要干什么。那你倒说说看，我拿到这些数据要做什么呢？你打算在国际帆船交易大会之前，把 AJ6卖给别人，好拿那些钱另立门户。不愧是我侄女儿，比那冒牌货强多了。不过，我这么做对你也是有好处。你想，我离开了丁氏，你寄回了家，又不用处处被人制约，这个交易对你很划算呢。恐怕你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我是想回家，可是我不能因为我想回家，就帮你完成不可告人的目的。照片你大可以安心的收着，想证明我的身份，也不急于一时。但是你想掏空丁氏，我绝不答应。于有为，你等得了？你爷爷等得了吗？舒薇，姐姐对不起你，本来是想帮你的，可是却把事情弄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爷爷的病情好像越来越严重了，他什么事情都相信丁池，丁池手里掌握了我可以回家的证据。可是他要我拿 AJ6的数据去交换，他竟然敢冒着阴谋败露的风险，就说明他已经做好了破釜沉舟的打算。丁池和韩爷爷已经联手，他一旦得到数据，他就会把它立刻卖给韩氏。如果韩氏连续抢注了 AJ5和 AJ6，那丁氏就永远会成为业界的笑柄。我绝对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把韩爷爷牵扯进来。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告诉韩梅，如果他知道的话，一定会跟他爷爷起争执，会有矛盾。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不想连累他。韩明，小美，你怎么不进去啊？我准备进去。进去吧。你们来了，世薇，你一定要赶紧好起来。有为，你跟韩梅出去走走吧，你还要忙着公司研发的事情，这交给我就行了。没事，我还好。那边研发的还顺利吧？还行，那麻烦你先照顾世薇了。好，你放心吧。走吧。我知道了，我刚才在病房门口听到了你说的话。我知道你不跟我讲，是怕我难受。但是我不可以因为他是我亲人而放弃我自己的原则，也不会因为你是我的女朋友而偏向你。我希望你以后遇到这些事情，放下所有包袱，全部告诉我，可以吗？其实我看到你爷爷和丁池在一起的时候，我也以为是我看错了，可是没有想到，处心积虑夺走 AJ6的，居然会是你爷爷。为什么会觉得丁池去找我爷爷是为了 AJ6的事情？他们只是聊聊天。我们两家的关系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爷爷很讨厌你们家人的。小时候，咱们两个一起上下学，他都不允许。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丁池会约你爷爷只是聊天吗？那天在电话里你不是也说了，你只是直觉上觉得丁池见面的人跟 AJ6有关系，但是你根本没有听到他们谈话的内容。没错，我的确是没有听清楚他们两个谈话的内容。可是我回忆了丁池所有的行踪，这段时间他并没有见过其他人，所以我觉得那个人就是你爷爷。最近我也一直困扰这件事，我忽然想起来，我小的时候我爸妈跟我说过，当时你爷爷瞒着我爷爷把帆船资料卖给了外国人，他们两个好朋友才分道扬镳的。之前 AJ5的事情，你不是也怀疑丁池和你爷爷联手吗？现在的 AJ6不是没有可能啊。是不是每一个人犯了一次错，就一辈子扣着这个罪名？
不是，我没有责怪你爷爷的意思，我只是觉得，你爷爷就是丁池背后的买手。或许你爷爷根本就不知道是被丁池给骗了呢，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谈的是什么项目。我爷爷是做生意的，做生意的人就是为了赚钱，何况是一个公司。我觉得我爷爷是一个合格的集团董事长，所有股东的利益都在他的手里，因为他是负责人，这并不代表他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对不起，我并不是怀疑你对你爷爷的判断，我只不过是有一点困惑罢了。行，那我们以后再也不讨论这个事情了，好不好？我也不想因为这些事情影响我们两个，但是我会查清楚，爷爷是不是 AG6最后的买家。我看透了自己的软弱，知道你不会轻易放纵，该如何收拾我最初的感动？这样一来，我们变陌生的没法说。你不能够体会用心去爱过的感觉。没用心领悟过每个伤口，算什么爱？知道你没有那么爱我，好饿啊，一起吃晚饭吧。是故意让我心疼你的手，把我藏。这段时间我们还是少见面吧，毕竟我是韩氏的人，我不想让人觉得我和你在一起是另有目的的。小气鬼，你这是在生我的气吗？没，我只是想冷静一下。升帆，再往上升。好了，咱们风向测试。有为，你看怎么样？有为，有为，你看怎么样？啊，我们已经把主帆按照你给的数据进行了修改，到底怎么样啊？挺好的。大家休息一下吧，都辛苦了，吃完饭再来工作。那我们先去吃饭了。去吧。走吧，咱们吃饭去。我们先走了。好。安宁，也许我们暂时不见面也好。等 AG6研发成功了，我们再一起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韩总，韩总，韩总，该吃饭啦！你去吃吧，帮我买份外卖。别人不心疼你，我王伟胜得心疼你啊！哎，你不能饿坏自己的身体啊！之前我对公司的事情太不上心，现在恶补一下不行啊？一定是跟佑维又吵架了。哎，我吃饭。
跟我有什么关系？活该！董事长您来了。韩宁呢？在里边，我去通知。一边待着去。我说了不吃了，你烦不烦啊你？韩总这是回来上班了，我还说让人事那边重新聘一个总经理呢。对不起，最近的事儿有点烦。行了，能回来就好啊。我跟你说啊，这工作啊一天干不完，你现在跟我吃饭去。走啦。爷爷，我还有很多工。去。我跟你说啊，我发现一个特别好的小馆，哎，你请我啊！啊，我请你。哎，尤威，我说你怎么了？这可是低级错误啊！你这一上午心不在焉就算了，居然还让帆给刮伤了，是不是丁池又找你麻烦了？啊？没有，是我自己太大意了。你大意？你于有为闭着眼睛都能开船？哎，到底怎么回事啊？还有那个韩明去哪儿了？平时你出屁大点事儿，他都忙前忙后的，现在他人呢？行了，别啰嗦了，我不是没事吗？赶紧回去吧。哎，有为，我这可是关心你啊！于有为把所有数据都揽在自己手里，连你们研发人员都防着，可见他根本就不相信你们。等到 AJ6 数据出来以后，他还会说那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你说你们辛苦了大半天，图什么呀？你在研发部门也有年头了，论资历，论本事，你哪一点不比于有为强啊？难道你希望他天天在你头上吆五喝六？只要你帮我一点点小忙，我就可以把于有为调走。到那个时候，研发中心你来领导。你说真的？当然，不过得看你的表现。终于完成了，太棒了！来，耶！哎呦，没事吧？没事。实在太难为你了，这么大的工作量，还带着伤，居然都完成了。还有啊，防着丁池，保住这个机密，今年的交易大会上 ，AJ6 一定会一炮打响的。其实，也要谢谢大家的帮助，要不然也不可能完成的这么顺利。其实 AJ6 是我们整个团队的共同心血。没错。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丁池带人闹事来了。丁总，你带这么多人过来，这是要干什么呀？自己看。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我还想问你呢，不是把这机密文件不让我们过问吗？可现在整个造船业都知道了。怎么可能？这保密是呀，这不可能。我现在宣布，解除于有为研发中心的主管一职。哎，等等，丁总，丁总，你一句话就把于为撤了，我不服。对，不服，我们也不服。怎么，想闹事吗？我们不是闹事，就是想讲讲道理。你这是讲道理的态度吗？丁总，这就是您刚才的态度。我知道你跟于有为的感情好，
但是我得提醒你，这件事最好不要掺和进来，要不然连你一块儿罚。有为的事就是我的事，您别吓唬我，大不了我不干了。对，就是不干了，对，不干了，林总，我看要不算了吧，还是让于队继续做研发主管。于队，你也不想看大伙儿都丢了饭碗，大家各退一步，好吗？好，我可以不撤于有为的职，但是他必须交出 AJ6的所有数据。这怎么行啊？这怎么可以？不行，这绝对不行！我们怎么可能交出去呢？弄了这么多事情，你为的就是这个吧？可以这么说，我给你个台阶下。有为，这是大家辛辛苦苦工作的结果，你不能交给他。对，就是，这是我们的心血，对，不能给他，不能给他，少说两句行不行？有为，难道你真想看大家因为你一个人，把工作都辞了吗？你忍心吗？好，明天我会把所有 AJ6的数据都交给你。啊，这为什么？有为，这怎么大家都会听你的？这是我们的心血呀，这是。如果说要是让我查出来泄密的事情是跟你有关，我绝对不会放过你。如果你还有这个机会的话，你最好看好身边的人，说不定那些口口声声追随你的人，就是出卖你的人。走。有为，为什么发生那么大的事情不告诉我？没什么事情。没什么事情，你都进了医院了，还说没什么事情？真的没事儿的。以前在渔村的时候，比这更严重的事情还有过。有为，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没有，我只是想一个人好好冷静一下。哎，有为，你听我说。啊，对不起，我弄疼你了吧？没事儿。要是没有其他事情的话，我先走了。有为，我想问你一下，你是不是答应了丁池交出 AJ6的数据？幸好这段时间我们两个没有在一起。我的情况你这么了解，这么清楚，保不准我也会怀疑你的。有为，我是认真的。是的，我马上就会把数据交给丁池。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丁池拿到以后就会立马卖给你爷爷。我有没有错怪你爷爷？很快你就会知道了。有为，啊，他终于肯交出来了。是啊，他还是嫩了点儿，哪像你啊，手段老辣。只要他把东西交出来了，我立刻和您联系。韩叔，等着我的好消息吧。好，我早就说过，你不是一般人。
你是个干大事儿的。爷爷，哎，好，那先这样，回头我给你电话。回来了，爷爷。谁是做大事的人啊？刚才那个人是谁啊？没有谁，一个朋友。哎，你看这个好不好看？很漂亮，喜欢吗？喜欢，送给你了。谢谢爷爷。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丁池拿到以后就会马上卖给你爷爷。我有没有错怪你爷爷？很快你就会知道。好，那先这样，回头我给你电话。刚才那个人是谁啊？没有谁，一个朋友。都在这儿了。你说你要是早点把它拿过来，也不会惹那么多事儿了。拿来。什么啊？艾家做手术的证据。我删了。我之前给过你机会，你拒绝了，你这就不能怪我了。再说，你现在把资料拿过来，无非是保住那些人的饭碗。那之前的我们的交易作废了。我就知道你不会信守承诺。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咱们得一码归一码呀，对不对？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我压根儿就斗不过你。我也一直都明白，只不过一直在苦苦坚持。我是谁啊？想想还真是挺可笑的。我只不过是一个不被爷爷承认的黄毛丫头而已。就凭我的能力，我怎么可能跟丁氏只手遮天的代理董事长斗呢？其实，我只不过是想要回家。我压根儿就没有想过得到丁氏所有的财产。我只是希望跟我的爷爷、爸爸可以团聚。我希望可以孝敬他们，让他们享受天伦之乐。其实说实话，我也没有想针对你，只是每一次你恰巧的就妨碍了我。不过，等到这次计划完成之后呢，你回不回家对我也没有什么影响。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说。我爷爷、我爸都是你的家人，也算是你的亲人。这么多年你处心积虑的，就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公司。这么做，值得吗？你不懂，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你走吧。走啊！这么多年你处心积虑的，就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公司。这么做，值得吗？老七，你干什么？你先回来，回来，有话好好说。老弟，啊，我求你了，行吗？再借我10万，就当帮帮兄弟我了。老七，你听我说。老七，你别过来，你别冲动。我一时半会儿上哪儿去凑那么多钱呢？连你老丁都不帮我骑大冲，已经没人可以救我骑大冲了。老七！
让我来。侍卫，对不起，我没有好好照顾你姐，我让她受委屈了。我不应该不听她的话，应该相信她。我还跟她闹脾气，我知道是我不好。如果你醒来的话，给我一个耳光，把我打醒吧。刘威，对不起。被我说中了吗？我真的不知道我爷爷会做这种事。他是你的爷爷，你当然会相信他了。我知道你还在怪我，但现在不是闹情绪的时候。丁池已经把资料给我爷爷了，如果不做点什么，我们就来不及了。现在就算做什么，也来不及了。有为，都火烧眉毛了，你还说这种话吗？反正我已经是无能为力了。于有为，你一定有办法的。我现在就去阻止我爷爷，如果不行的话，我把资料销毁，我不会让他做任何伤害丁氏的事。干嘛？你真是个傻瓜，你傻，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傻啊？其实我早就防着丁池呢，我在给他的数据里面做了手脚，关键的几项都不对的。啊？你刚才在演戏呀？谁让你这么长时间都不理我的？我不吓唬一下你，我对得起我自己吗？怎么？对不起，我不应该怀疑你。对不起有用吗？那我现在不高兴了呢。那你想怎样啊？给我跳个舞呗。跳一个嘛。在这里。好，好。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提它了。哦，对了，之前丁池给我看过幼美当年做手术单子的照片，我只看到上面的医生姓袁，其他的没看见。那个医生不是姓王的吗？我一定会想到办法，找到真正的医生。你确定幼美她看到单子会相信吗？她比任何人更在乎自己的身份。如果她怀疑之前那个资料是假的话，她肯定会找丁池拿真的。还有，她会找那个医生封口的。到时候我们跟着他找到医生，证明你的身份就有希望了。有道理。什么时候寄来的？刚才。丁爱佳，你动动脑子，我怎么可能把这些信息写在上面呢？这只是做圈套的道具。上面的信息都是假的，他们根本做不了什么文章。姑姑，我知道这肯定是假的，可是
我希望你能把那份真的处理掉。这个，就是你当年做手术真的医生诊断书。美嘉，这样一直跟着他吗？丁池肯定把诊断书已经毁了，他也未必是去医院。我们这个样子要跟到什么时候啊？以我对他的了解，如果他心里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是憋不住的，而且是关系到他身份的事情，他肯定会去。谢谢啊。太感谢了，不用谢，再见。我知道你很想把档案抢下来，可是那样会打草惊蛇，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都会白费了，你知道吗？小心！档案被烧毁了。能够证明我身份的文件又少了一份，说不定还有备份呢。对，我们去档案室。你好，护士小姐。你好，两位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啊，我是刚才那位丁爱嘉小姐的助理，我想问一下，所有的资料都已经在刚才那个档案袋里了吗？嗯，都在了。那还有备份吗？那电子档案呢？没有，因为那些资料是很早以前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兴起用电脑。护士小姐，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丁小姐想知道当年开刀的医生在哪里，丁小姐想当面谢谢他。元朗副院长他早就退休了，你们千万别去找他给他送礼，不然的话会被赶出来的。啊，谢谢。本来还有一线希望的，可是刚才那个护士说，那个什么副院长叫元朗的，听起来好像不是很好接触。他愿意帮我们吗？
刚才护士小姐讲，那个医生很有原则，那就证明他很正直。只要我们的理由足够有力的话，我想他一定会帮我们的。那我们的理由足够有力吗？刘伟，你放心，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从今天起，再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我是于幼梅。于幼梅正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是丁爱家，从前是，现在是，以后也是。没错，这是我当年做的一例手术。那太好了。那我问您，您可不可以跟我去见一下这个小女孩的爷爷？我可以明确的跟你说，我不可能答应你。我是个医生，医德告诉我，我不能透露病人的信息，一点都不行。您口口声声说医德，当年您做这个手术的时候一点都不道德。您知不知道，因为这件事，一个小女孩被迫离家15年，她的母亲惨遭不幸，父亲也差点和她阴阳两隔，就连爷爷也被人控制住，面临家产被骗走的危险。难道这就是您一直崇尚的医德？你这样无凭无据的来指责我是没有用的。我不是一个分不清黑白的医生。如果你能够证明你刚才所说的话，我倒是愿意站出来为你作证。袁大夫真的这么说？对。所以我们必须找到确实的证据，证明这个丁爱家是假的，再去说服他。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了吗？我们如果有证据，还找他干什么？你不就能拿着那些证据去见你爷爷了吗？这医生真是死脑筋。亏他还是斩获了很多国际大奖的整容专家呢。我看充其量也就是个老古董，迂腐陈旧可笑，竟跟我大谈什么病人隐私，什么医德。他要真有医德的话，当年就不会帮你姑姑做那种事情。你也别太着急了。如果那个元朗不出来作证的话，我去找别人。我就不相信，当年做那台手术的人只有他一个人知情。我去找他。哎，你去干嘛呀？我要再去找他试试。试试？难听的话你还要继续听吗？他也是为了负责任才这么说的。你换个角度想一想，如果说每个人都像我们这样去找他，那岂不就乱套了？再说了，就这一次我就被打败了吗？我于右威是这种性格吗？这是我的风格吗？如果说一次不行的话，那我就去2次；2次不行的话，那我就天天去，直到他愿意相信我，愿意替我作证为止。还有这些，袁大夫。姑娘，我相信你的确认识丁先生和于女士。从照片上看，你们还很熟悉。不过，光从照片上看，它也不能说明你就是他们的女儿啊。所以，非常抱歉，我不能给你作证。袁大夫。你还记得这个胎记吗？您为什么不想一想，当年他们为什么要做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胎记呢？那个姓韩的年轻人来这里的时候，我跟他讲了很清楚了，医生有医生的职业操守，除非警方调查取证，否则我不能透露病人的任何信息，不管什么理由。
我不需要您透露任何的信息，我只需要您承认您做过这个手术就可以了。小姑娘，你没听明白我说的话？我当然听明白了，而且我也懂。我只是没有办法理解，您为什么不愿意相信我呢？为什么不愿意给我一次机会呢？或许对于您来说，这根本不算什么，根本一文不值，毫无价值。可是对于我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或许因为这次机会，我就可以跟我分开了15年的家人相聚。我只是想要回家，回到原来属于我的家。这难道有错吗？姑娘，我是打心底里相信你说的话，我也很同情你的遭遇。不过我不能随随便便就听了这样一个狗血的故事，就去帮助人家啊，争取什么回家的机会。所以，我也请你体谅一下。不管您是否帮我争取这次机会，我还是非常感谢你的。叶大夫，如果我可以让您相信，您给他们做这个胎记就是为了跟我调包的话，您是否愿意考虑一下？不会是违背原则的事吧？当然不是，只是需要您的配合。好，那我考虑一下吧。谢谢。这回我可以配合你一次，不过如果没有像你说的那样证明，当年做胎记的那个女孩子顶替了你，请你以后永远不要再来打扰我，好吗？为什么你把元朗的事情告诉艾佳？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他的。佑美一定不希望当年的事情败露，所以她一定会去找元朗。只要她开口让元朗保密，元朗就应该会相信我说的话。可是你们也想过，万一他用钱把元朗买通了呢？这个元朗是我们很重要的证人。他不是很有原则、很讲医德的医生吗？我觉得应该不会。你会不会想得太简单了？但我们现在除了选择相信他，还有其他的办法吗？虽然暂时想不到办法，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办法的。没时间了，来不及了。我们现在只能赌一把。你好。啊，你好，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你不记得我了吗？哦，你是丁总丁爱家的助理，我们前2天还聊过的。对。其实我今天过来呢，也没有什么事情，我就是想问一下，之前麻烦你帮我打听一下袁院长的消息，
现在有了吗？这个我上次已经跟您说清楚了，他现在不在医院了。我知道，可是我们丁总真的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找他。如果说你一旦有袁院长的消息，请第一时间务必给我们丁总打一个电话，好吗？好，没问题，放心吧。那谢谢你了。哎，出什么事儿了啊？难道来大明星了？来了一位高资历的专家。高资历？哎，我告诉你啊，咱们医院资历最高的不就是主任了吗？难道还有比主任资历更高的人啊？今天这位啊，论资排辈都能当他们的祖师爷了。听说咱们诊所名字的其中一个字还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呢。说的那么玄乎，到底是何方神圣啊？元老，袁大专家呀！元老，吓着了吧？哎呀，袁院长，袁院长，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你好，你都瘦了，保重身体啊！哎，好久不见，袁院长，好久不见了，发现了吧？这就是元老。对呀，恭喜啊，你都收学生了。你好，袁院长。时间过得真快呀！是啊是啊，没想到院长还是这么有风度。袁院长，是，只要那个小女孩知道您出现了，我相信她一定会来拜访你的。这就是你们做了1个星期的成果。我们的帆船参加的是帆船交易大会，所以在展出布置上不能都是跟帆船有关的东西。你们也知道，这次参会的是全国大大小小的帆船厂，他们的布置肯定是大同小异。那我们丁氏呢？丁氏一定要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丁氏要有自己的概念和创新。然后，丁总，有人打电话找您，你没看见我正开会呢吗？那人说他有很重要的事情找您。谁啊？他说他是何美家的护士。何美家？你把电话接到我办公室。好的。你们先讨论一下。丁总，喂，我是。什么？你确定那个人是元老？好，你稍等一下。袁院长，有人找您，请人家进来吧。好。是元朗医生吧？啊，是我。估计您都忘了，当年您给我做过胎记手术。哦，请坐吧。谢谢啊。哎呀，这个手术大概做了有15年的时间了吧？你怎么找到我的？我一直吩咐助理在找您。这儿啊，我打过招呼了。刚才是医院护士给我打电话，我就急忙赶过来了。其实啊，就是想过来谢谢您。嗨，谢什么？不过是一例手术罢了。可是我想知道，人家都是去除胎记，你怎么要印胎记上去啊？我当年失踪之后啊，我妈受了刺激，导致她精神不稳定。后来我回到家呢，她就一直误以为我身上有胎记，这个我家人急的，所以就出此下策。我不瞒你说，之前有人找过我，可是说的话正好和你相反。袁医生，我相信你也知道，我们丁家呢，也算是小有名气。自从我失踪后啊，就时不时的有人过来认亲。最可笑的是，我都回家了，还不时会有人上门寻亲。所以啊，你说这种事儿，我都习以为常了。今天呢，我来这儿就是有2个目的：一啊，就是过来谢谢您；二呢，就是希望您替我保密。医院为病人保守秘密，这是我们做医生最基本的素养。除非是警方调查取证，否则你放心。警察？您的意思是警察过来找过您？警察已经约过我调查了。不过，艾佳小姐，请你放心，警方调查清楚了，自然就没有人再骚扰你了。
袁医生，我今天过来呢，其实早打听过了。我听说您大儿子的整形医院，因为一点医疗纠纷快破产了，您好像一直在找投资吧？所以呢，我今天来，我想，这点钱，应该可以救急了。你在收买我吗？当然不是，我就只是希望袁医生您不要听信那些人的谣言。警方已经介入调查，清者自清。现在可只有我才能救您儿子。你开个条件吧。很简单，我只是希望你能把当年的事情都给忘记。看来袁医生呢，还是不想跟我合作了。那我也实话告诉您吧，我爷爷呢，他已经得了阿尔兹海默症。就算你跟他说了些什么，他根本就不会相信的。做人呐，要务实。对了，这钱呢，也就不归袁医生您了。病历的原始文件已经找到了，多亏当年我留了一份这个扫描的电子版。谢谢你啊，袁院长。谢谢您遵守我们的约定。不过，我还是希望您可以跟我一起去见我爷爷，把事情跟他讲清楚。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重新争取一次做亲子鉴定的机会。如果你爷爷像他说的那样，就算我出来认了，他也不会相信你的，那怎么办？这个您放心，除了这个，我还有其他的人证和物证。这一次爷爷绝对不会再被骗了。